赛季末共延服6名求生者调整。首先是兜帽主这边的削弱，祭司这边的话是动的眩晕最短时间从原先2秒降低到了1.7秒，最长眩晕时间则是从3.25秒降低到了3.1秒。然后是先知老神的调整，现在当我们给到队友或者自己1秒的时候，无论这个1秒是否成功挡到，都会降低先知10%的一个板窗交互速度。好消息是那个层数上限从原先5层降低到了3层，但是坏消息是每层会降低5%的一个破译速度。大家觉得是加强了还是平调还是削弱呢？然后前锋这边调整的话就比较直接了，就是机械盲从原先降低30%的破译速度调整成降低25%，前期的话修机会略微有所提升。然后是教授这边的加强，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。现在不仅可以抵挡监管者的普攻伤害，还可以抵挡一些像禁锢类的强力控制技能，比如说像使徒的猫啊，还有鹿头的夹子，我感觉应该也可以啊。另外还有像蜡像师的蜡油禁锢，以及隐士的电这些。至于像博士的击飞以及守约人的强风，感觉应该也可以吧。到时候等上线之后可以测试一下。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守墓人这边的调整，现在遁地状态下，我们可以选择附近一定范围的地点专出，专出的时候还会击退附近的监管者，这个击退效果感觉可能跟飞行家的悬空击退差不多吧。另外还不知道他能不能隔着障碍物，然后选择对面一个地点专出。如果隔着掩体专出的话，那可能就有点厉害了。不过我感觉应该不太可能，到时候等上线之后可以测试一下。这就是关于铲子耐久的问题啊。正常的话，铲子耐久是35秒嘛。如果你是主动出土的话，原先是会消耗13秒的耐久，现在的话则是消耗10秒的耐久，也就是铲子更耐用了。不过如果你是通过选择那个附近一定地点专出的话，则是会消耗15秒的耐久，也就是会比主动专出消耗的更多。最后还一点就是铲子的冷却时间从原先的20秒降低到了13秒。然后是记者这边调整，小奥菲在消失的时候不会再有碰撞体积了，减少了一些卡脚的情况。然后第二点就是奥菲在生成的时候可以抵挡一些飞行类的道具啊，比如说像鹿头的钩子，还有杰克的乌人这些。比较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话，当监管者在板区附近时，我们的奥菲无需走到指定位置即可直接盖板。第一种理解的话，就是我们的奥菲在往板子走的过程中，如果监管者在板子附近，那直接飞过去盖板吗？是这么个理解吗？感觉有点抽象，应该不太可能。感觉应该是第二种理解，就是我们的奥菲在往这个板子走的过程中，如果监管者在这块板子附近的话，我们的奥菲可能会来个盖板，应该是这么个理解啊。不过具体的话得等明天上线之后再进行测试啊。最后就是不归零的话，将在后续上线殿堂级排位赛。还有就是快捷发言的话，冷却时间从10秒降低到了5秒，这个改动感觉挺好的，毕竟求生者比较需要沟通嘛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